芬兰加入北约后，接下来就是瑞典，再下来还可能会有哪些国家加入北约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芬兰加入北约后，下一步北约还会致力于扩张到中国周边。芬兰总统办公室3日对外表示，芬兰将于4月4日正式加入北约。我们必须承认，芬兰加入北约是美国的一个胜利，哪怕目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胜利，因为北约成员国又增加了一个，对俄罗斯的包围圈收得更小更紧了。很多人不理解一点，为什么俄罗斯对此从来没有反对阻拦过？去年6月份，普京就表示，俄罗斯与瑞典和芬兰的关系没有像乌克兰那样的问题，俄罗斯不会阻拦这2个国家加入北约。普京这样的态度，有人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这不是主要问题。芬兰面积只有33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555万不到，再加上千湖之国的北欧国家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地区大多都是气候寒冷的无人区，到处都是湖泊、沼泽和原始森林，没有基本的通行条件。这与乌克兰的地理地形有利于展开兵力作战完全不同。芬兰根本就难以对俄罗斯构成像样的威胁。实事求是地说，芬兰和接下来的瑞典都加入北约后，会完全封堵俄罗斯北海舰队的出海通道。但实际上，真要打起仗来，俄罗斯北海舰队的作战任务区也仅限于波罗的海地区，没必要也不可能使出波罗的海地区作战。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普京发动俄乌战争，芬兰就不可能加入北约，这就是根本不了解美国或者故意混淆视听的表现了。北约扩张是一定的，不管俄罗斯是否阻止，北约都不会放下东扩的步伐，一定要把俄罗斯周边的国家全部争取过去。芬兰加入北约后，接下来就是瑞典，再下来还可能会有哪些国家加入北约呢？首先是位于乌克兰西南部、罗马尼亚东北部的摩尔多瓦，然后是极其危险的一步哈萨克斯坦，这已经有了非常危险的迹象。去年1月份，哈萨克斯坦突然爆发席卷全国的武装暴乱，就是美国策划的行动，目的是颠覆与俄罗斯亲近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就像在乌克兰成功发动政变那样，然后扶持一个美国的傀儡政府上台。后来还是普京因哈萨克斯坦请求派遣维和部队平定了局势，但没想到美国后来的策反目标又变成了哈萨克斯坦的高层及总统了，还有了成功的迹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西方国家的胡萝卜加大棒手段对哈萨克斯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面对西方要求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的压力与背后的利用，哈萨克斯坦明显背叛俄罗斯了，站到了西方一边。不得不说，美国这一招的确很毒辣。一旦位于中俄之间的哈萨克斯坦最终加入北约，中国的一带一路中非常重要的2大陆路通道之一就被堵死了。北约的未来战略绝不是什么东扩，而是全球扩张，根本目标是要把中国身边的国家争取过去，竭尽全力扩张到中国周边。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已经成为半个北约成员国了，他们都已经加入北约的网络防疫中心。韩国还把驻布鲁塞尔大使馆设为北约代表处。美国及北约接下来的扩员目标还可能会有中亚另外几个斯坦国家以及印度和菲律宾。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正在致力于向中国周边扩张，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危险趋势。如果我们对今天的事态袖手旁观，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面临比现在的俄罗斯还要危险的局面。未来不远的日子里，北约为了适应针对中国的需要，改名也是很可能的事。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